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堂的齐哈，平时最爱哈哈哈哈哈哈哈的齐哈，是熊猫堂的七音 vocal。其实我就是从小到大算是散养的吧，其实我父母基本上没有太管过我，包括学习啊、工作啊各方面的，就是比较自由吧，就是还比较顺利。因为我爸我妈从小从来就没有打过我，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。然后我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嘛，所以我的生长环境可能跟其他的小朋友略微不太一样。我小时候的那些活动啊，就是去河边捞捞鱼啊，然后抓着天上飞的各种小虫子啊什么的，挺有意思的。那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还挺好的咯。或许是很好，挺好，非常好。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因为我爸每天就会在微信上，就自从我毕业之后啊，真的是每天在微信上给我发一个6块6毛6的红包，就你可以翻我的聊天记录，就一天都没有断过，就是每天给我发一个红包，我只要不领，他就会给我打电话，确认我的人身安全。那其实是说这是伙食费吗？6块6毛？你觉得谁的伙食费6块6毛6能够？也是大10块的伙食费，可能要后面小数点往后移一位才够吧。没有，我爸只是单纯的为了确认我的人身安全。一句话，我可以分享一件事儿吗？一句话啊，可能因为他们说的东西说的话太多了，但是我想分享一件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儿吧。就是我妈是一个左撇子，就是她平时吃饭都是用左手的。然后有一次出去跟亲戚朋友聚会吃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那天我妈用的是右手，因为她左边的人是个右撇子，如果她用左手的话，她会跟别人撞到，然后她就改变自己的习惯用右手。然后之后那次我就问我妈为什么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，我妈和我爸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就可能出身的问题吧，他们都是习惯性的先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然后最后考虑自己。其实，哎呀，算是对我也算是有一些影响。就是我其实算是先斩后奏，我就是先定了做练习生之后才跟我爸我妈汇报的。其实我爸我妈就完全同意，就我做的任何决定他们都是完全支持的。他们就觉得只要我自己不后悔，自己开心就行。感觉完全是散养的状态。就真的就是散养的，我从小就是这样的。你确定不是充话费送的吗？那时候还没有话费，可能是充电费。我觉得我爸一开始还是有一点质疑的，就是因为今年过年的那个时候在家里练习嘛，因为某些原因在家里练习，然后我爸就天天挖苦讽刺我，他说就你这个体型你还能蹦得起来呢。但是我们今年出道以后，他看着我们 MV 觉得跳的还挺好的，就是我们全家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感受，就觉得还挺欣慰的吧。那么听说这次的11月22号的成都首照会，你的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都会一起去，那爷爷奶奶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样看待的呢？哎呀，我爷爷奶奶现在就是在村子里啊逮个人就炫耀，说他孙子就是出道了怎么样的。然后包括你知道老年人嘛，都喜欢看那个中央的一些节目，比如说星光大道什么的。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们说，特别期待在那个节目上看到我。这么煽情吗？说啥呀？其实，哎呀，感谢的话其实都不用说了，因为每天都在聊。我真的是和我爸
微信上每天都在沟通，就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其实该说的我每天都会跟他说了，其实在镜头面前我反而说不出来那么煽情的东西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当然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知道你不好意思，所以说现在是想通过镜头，通过屏幕去向你爸妈分享。如果说你爸妈现在站在这里，你直接对他们说的话，你可能更说不出来。所以说有什么话想说的，赶紧说。哎呀，就是爸妈，就你们放心吧，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挺好的，就不用太担心我。其实我特别感谢我妈，就是因为我们家出身，哎呀，为什么突然就煽起情了？就是因为我们家出身农村嘛，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妈闯出来的嘛，在我大概4、5岁的时候，我妈就离开农村，然后去哈尔滨去城里工作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农村人嘛，就是比较怕被人欺负。然后我妈那个时候说的不夸张，就每天上班的时候腰里别着2把菜刀，就是真的是一个，我妈是一个特别自强的女人。然后觉得我妈特别不容易。所以前天的时候，我妈还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的想我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挺想我妈的，但是就不太好意思说吧。害羞。妈，我爱你，妈，我爱你。